FM 新聞網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晚嘅國際焦點報道。美國司法部喺今年1月底開始陸續公開已故富豪傑弗里·愛潑斯坦嘅性犯罪案大量檔案。呢批文件規模極其龐大，包括超過300萬頁文件、2000段影片同18萬張圖片，引起全球媒體同公眾高度關注。最近一批新曝光嘅照片再度掀起熱議。其中一張畫面顯示愛潑斯坦同另外2名男子坐喺台邊，專注操作筆記型電腦，表面看似平常，但台底下竟然有一名身穿比基尼嘅女子跪爬在地，面向牆壁，臀部外露，雙腳旁邊放住一對吉式人字拖。呢張相喺公開前，女子臀部同牆上掛住嘅一幅詭異畫作中，赤裸嬰兒嘅生殖器部位都已經被塗黑遮蔽。畫作描繪一名赤裸嬰兒坐喺水槽裏，增添咗強烈嘅不安氛圍。根據紐約郵報嘅報導，愛潑斯坦喺照片中戴住眼鏡，身穿白色 T 恤同黑色運動褲，褲子上繡有 LSJ 字樣。呢個縮寫被指係佢私人島嶼小聖詹姆斯島嘅簡稱。呢個島嶼長期以嚟被外界稱為蘿莉島。因為愛潑斯坦涉嫌喺島上進行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同虐待活動，照片拍攝地點雖然未有明確證實，但多個媒體推測可能就係呢個私人島嶼或者其他愛潑斯坦擁有嘅豪宅物業。呢類照片曝光後，公眾質疑點解喺咁樣嘅環境下會出現女子跪爬嘅異常行為。同時，亦令人聯想到愛潑斯坦案長期以嚟涉及權貴階層嘅指控，包括多名政商名人曾經同佢有密切往來。另一張同樣備受關注嘅照片，則係2015年8月2日一場豪華晚宴嘅畫面。照片顯示特斯拉執行長伊隆馬斯克同 Meta 執行長馬克祖克柏竟然同台共進晚餐。其他賓客包括 PayPal 聯合創辦人彼得提爾同 LinkedIn 聯合創辦人李德霍夫曼等科技界重量級人物。愛潑斯坦喺2封不同嘅電子郵件中親自吹噓自己有份參加呢場晚宴，並列出咗賓客名單，強調呢次聚會嘅高端性質。雖然馬斯克同祖克柏同愛潑斯坦嘅直接關係未有新證據證明涉及任何非法活動，但呢張照片一曝光，即時引發網上大量討論。有人質疑科技巨頭點解會同愛潑斯坦有交集，亦有人指出愛潑斯坦長期利用自己嘅社交網絡拉攏權貴，為佢嘅犯罪活動提供掩護。回顧愛潑斯坦案嘅背景，傑弗里·愛潑斯坦係美國知名金融家，擁有龐大財富同廣闊人脈。佢喺2019年被捕後，被控性販運同虐待多名未成年少女。案件涉及多名受害者，指控佢同同黨吉斯萊恩·麥克斯韋喺多個地點，包括紐約豪宅、佛羅里達莊園同小聖詹姆斯島進行系統性犯罪。愛潑斯坦最終喺獄中自殺身亡，但案件並冇因此結束，反而喺之後多年，美國法院同司法部持續解密相關文件。2024年至2025年期間，已有大量名單同證據曝光，包括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前總統唐納德川普、英國安德魯王子等多位知名人士曾經同愛潑斯坦有聯繫。雖然大部分人均否認涉及任何不當行為，但公眾對呢啲關係嘅質疑從未停過。今次最新一批照片曝光，特別係比基尼女子跪爬嘅畫面，被視為愛潑斯坦生活方式最直接嘅視覺證據之一。紐約郵報分析指，呢類照片反映咗愛潑斯坦圈子內部嘅異常權力結構同性化環境。女子身份至今不明，但行為明顯唔尋常，令人聯想到受害者可能被逼參與嘅屈辱活動。同時，馬斯克同祖克柏同台嘅照片雖然只係社交場合，但喺愛潑斯坦檔案脈絡下變得格外敏感。馬斯克過去曾公開批評愛潑斯坦，並否認同佢有深交。祖克柏方面亦未有直接回應今次照片，但科技界同媒體已經開始重新檢視2015年嗰陣科技領袖同金融圈嘅交織關係。進一步補充背景資料，美國司法部自從2021年開始逐步公開愛潑斯坦相關文件，
最初係因為受害者集體訴訟同麥克斯韋審訊需要，之後喺2024年法院裁定更多檔案可以解密。2026年1月底嘅最新釋出被視為迄今最大規模一次，總量達到數百萬頁，當中包括大量照片、電郵同飛行記錄。小聖詹姆斯島作為核心地點，早喺2019年已被聯邦調查局搜查。島上發現多項可疑設施，包括廟宇式建築同地下空間。雖然官方未有完整公布調查結果，但外界一直懷疑島上曾經用作性交易場所。今次照片引發嘅討論唔單止停留喺畫面本身，更延伸到權力、金錢同性犯罪嘅交集。多名評論員指出，愛潑斯坦能夠長期逍遙法外，背後係因為佢掌握咗大量權貴嘅把柄，透過社交網絡維持影響力。馬斯克同祖克柏作為當今科技界最具影響力嘅人物，佢哋喺2015年同愛潑斯坦有過接觸，雖然可能只係社交層面，但喺今日嘅脈絡下，容易被放大解讀為潛在風險。另一方面，比基尼女子跪爬嘅照片則直接指向愛潑斯坦生活嘅黑暗面，令人質疑類似行為是否只係冰山一角。綜合多方報導，呢批檔案嘅持續公開，預計會繼續帶嚟新爆料。美國媒體已經開始追蹤更多細節，包括其他賓客名單、電郵內容同受害者新證詞。同時，科技巨頭同政治人物嘅過往關係，亦可能成為未來調查焦點。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事件發展，為聽眾帶嚟第一手分析同最新進展。各位聽眾，愛潑斯坦檔案嘅最新曝光，再次提醒大家，權力同財富背後往往隱藏複雜嘅黑暗面。呢類事件唔單止係個別案件，更反映社會結構中嘅不平等同監管漏洞。希望透過持續報導，能夠令公眾保持警覺，關注司法公正同受害者權益。最後，FM 新聞網感謝各位長期支持。如果你覺得今晚嘅報道有價值，歡迎即刻訂閱我哋主頻道焦點 FM TV， 同時分享影片俾朋友，一齊讚好支持。我哋繼續為大家帶嚟深入專業嘅新聞分析。感謝收聽，我哋下次節目再見。FM 新聞網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 FM 新聞網為大家帶嚟嘅最新消息報道。今日我哋聚焦台北市北投區一宗令人震驚嘅溫泉意外事件。呢一宗事件發生喺2026年2月8日下午，導致一對情侶不幸雙雙離世，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討論。據新唐人電視台轉載中央社報道，事件發生喺北投區恆義路一處溫泉湯屋。警方初步調查顯示，兩名死者為情侶關係，男性死者正係該湯屋嘅員工，佢當天帶女友前嚟泡湯，卻不幸演變成悲劇。警消人員喺下晝5時44分接獲報案，趕抵現場後發現池內嘅女子已明顯無呼吸心跳，當場宣告死亡，唔需送醫。而喺池外嘅男子則同樣冇呼吸心跳，經緊急送往醫院搶救，仍然喺晚間7點許不治身亡。根據警方嘅初步了解，呢名男性員工因為工作關係，當天無法全程陪伴女友泡湯，因此特意委託其他同事不時到湯屋外確認女友係咪有回應。起初一切看似正常，同事多次確認後都得到正面回覆，但後來女友突然冇任何反應，同事立即通知男性員工，佢接到消息後趕緊前往查看，豈料之後就失去聯繫。其他員工見狀趕忙衝進湯屋，赫然發現女子倒喺池內，男子倒喺池外，兩人均已無生命跡象。現場情況極為緊急，員工們隨即撥打119求助。救護人員到場嘅時候，女子已經明顯死亡，而男子雖被即時送醫，經過全力搶救，仍回天乏術。呢對年輕情侶嘅突然離世，俾在場人員同警方都感到十分惋惜。警方喺現場勘查後指出，湯屋內部保持正常通風，冇發現任何外力介入嘅痕跡，例如打鬥、掙扎或第三方入侵嘅證據。湯屋嘅結構與設備亦都冇明顯損壞跡象，初步排除他殺或者自殺嘅可能性。
目前全案已報請檢察官指揮刑事相驗，目的係透過專業法醫解剖及毒理化驗，徹底釐清兩人確切嘅死因。北投溫泉區向來係台北市民及外地遊客喜愛嘅休閒地點，呢度嘅溫泉水質富含礦物質，好多人相信長期泡湯有助放鬆身心，促進血液循環。但同時亦都隱藏住潛在風險，尤其係長時間浸泡高溫溫泉，可能導致脫水、血壓變化或者心血管負荷過重等問題，或者會導致 FM 新聞網翻查相關背景資料，台灣溫泉意外事件並非首次發生，過去數年類似泡湯猝死案例偶有見報，例如高溫環境下引發嘅熱衰竭、心臟驟停或係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北投作為台灣最著名嘅溫泉鄉，擁有大屯火山群嘅地熱資源，泉水溫度多喺40至80度之間，部分湯屋提供更高溫嘅私人池，若果浸泡過蓋或者飲酒後泡湯，都會大幅增加風險。衛生福利部同消防單位過往多次發出溫泉安全警示，提醒民眾泡湯時應遵循先泡後沖、先少後多、先低溫後高溫嘅原則，每次浸泡不宜超過15至20分鐘，並保持湯屋通風，避免單獨泡湯或在飲酒、飽食、空腹狀態下入池。對於有心臟病、高血壓或者慢性疾病者，更應先諮詢醫師意見。喺呢宗事件中，男性員工身為湯屋從業人員，本應對溫泉安全風險有較高認知。佢特意安排同事監察女友狀況，本意係出於關心與責任，但最終仍未能避免悲劇發生。呢個亦都反映出，即便係熟悉環境嘅人，喺私人湯屋呢種相對封閉嘅空間內，突發狀況仍可能迅速惡化。同事嘅多次確認機制雖然有一定作用，但當事人失去回應後，反應時間可能已經不足以挽救。FM 新聞網認為呢起意外敲響咗警鐘，不僅針對溫泉業者，亦提醒所有民眾休閒娛樂之餘，安全永遠係第一位。業者應該加強員工急救訓練，安裝更多監測設備，例如心率感應器或者緊急呼叫按鈕，並定期檢查通風系統與溫泉水質，避免類似憾事重演。進一步分析呢宗事件嘅社會影響層面，北投溫泉業近年嚟因疫情後旅遊復甦而逐漸回暖，好多湯屋推出情侶專屬套餐或私人湯池，吸引年輕族群前嚟體驗。但呢起傷亡意外勢必讓部分消費者產生疑慮，擔心安全問題。警方強調會盡快完成相驗報告並公佈死因，以釋除公眾疑慮。同時，相關單位可能會藉此機會加強對全台溫泉業嘅稽查，檢視是否全面落實安全規範。FM 新聞網亦都留意到，類似事件喺日本等溫泉大國同樣存在。日本厚生勞動省便有專門嘅溫泉入浴事故防止指南，建議高齡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縮短泡湯時間，並避免劇烈溫差。台灣或可參考呢啲國際經驗，制定更嚴格嘅溫泉安全標準。回顧事件經過，從男子委託同事監察，到女友冇回應，男子趕往查看，再到雙雙失去生命跡象，整個過程顯示出意外嘅突然性同致命性。雖然現場冇外力介入，但死因仍待法醫確認。可能嘅原因包括高溫引發嘅熱中暑、心律不整、血管擴張導致血壓驟降，或係潛在嘅基礎疾病喺高溫下惡化。部分專家指出，溫泉水中若含有硫化氫等氣體，長時間吸入亦都可能造成中毒。但本案湯屋通風正常，此可能性較低。無論最終死因為何，呢對情侶嘅離去都令人扼腕。佢哋本是懷住浪漫心情前嚟享受二人世界，卻永遠停留喺呢一刻。FM 新聞網喺度呼籲所有喜愛泡湯嘅市民，務必提高警覺，切勿掉以輕心。泡湯雖能舒壓，但過猶不及，安全措施絕不能省略。對於北投當地溫泉業者而言，呢個亦都係一次深刻嘅教訓，應立即檢討內部管理流程，
強化員工同顧客嘅安全教育。希望透過呢次報導，能夠讓更多人意識到生命嘅脆弱，喺追求休閒嘅同時，將安全放喺首位。警方後續調查若有新進展，FM 新聞網會持續跟進，為大家帶嚟第一手消息。各位聽眾，FM 新聞網一直致力為大家提供客觀詳實嘅資訊。若你認同我哋嘅報導風格，請即時行動，訂閱主頻道焦點 FM TV， 同時分享影片俾親友。並記得讚好支持，我哋繼續為你帶來更多深度分析同最新消息。感謝收聽，下次再見。FM 新聞網各位聽眾晚上好，歡迎收聽今晚嘅重點新聞分析節目。我哋繼續以第三者角度專業報導最新國際大事。今日焦點落到東亞地區嘅政治風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領導嘅自民黨喺剛過去嘅週日下議院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呢個結果唔單止震動日本政壇，更直接影響未來幾年嘅財政政策同國家安全戰略。根據新唐人電視台喺2026年2月9日報導，自民黨同執政盟友日本維新會合共贏得眾議院465個席位中嘅352席，遠超修改憲法所需嘅門檻，俾高市早苗提供前所未有嘅政治資本，去推動佢一貫主張嘅減稅措施同加強安保計劃。回顧事件經過，2026年2月8日，日本舉行眾議院選舉，呢次選舉被視為對高市內閣執政成績嘅一次全民公投。高市早苗喺選舉前已經多次強調，日本正面對長期經濟停滯、高通脹壓力同地緣政治威脅。特別係鄰近國家對日本周邊島嶼嘅潛在動作，令國民安全感下降。選舉結果出爐後，自民黨總部氣氛熱烈。高市早苗喺鈴木俊一幹事長同古屋敬二選舉策略會長陪同下，將紅紙玫瑰放喺當選候選人名單上，象指勝利嘅喜悅。第二日，即2026年2月9號，高市召開自民黨新聞發佈會。佢開宗明義講，勝選唔係終點，而係責任嘅開始。佢會全力推動政策落實。喺財政政策方面，高市明確承諾推行負責任、積極嘅財政政策。佢指出，日本過去多年過度緊縮財政，導致投資不足、經濟活力下降、國民生活壓力增大。佢話：我哋必須將日本從過於緊縮嘅財政政策同投資不足中解救出嚟。為咗緩解高通脹對中低收入家庭嘅衝擊，高市計劃暫停只收食品消費稅2年。呢個措施預計每年令政府收入減少5萬億日元，相當於日本全國教育預算嘅規模。市場分析員密切關注高市點樣喺積極財政同財政紀律之間取得平衡，因為過度減稅可能加劇日本債務問題，但同時又係選民強烈期待嘅紓困方案。呢次選舉結果正正反映國民對政策轉型嘅強烈授權。高市形容國民以強有力嘅方式推咗我一把，話俾我聽一定要貫徹呢場政策轉型。轉到國家安全議題，高市早苗一貫強硬立場喺今次選舉後得到進一步強化。佢重申修改憲法係自民黨嘅核心原則，並會全力以赴推進安全議程，包括建立足夠強大嘅軍隊，以有效威懾外部威脅。報道特別提到，中共對日本島嶼嘅潛在動作已成為日本安保討論嘅核心焦點。自民黨同日本維新會嘅席位超過310個門檻，意味住即使參議院阻撓，眾議院都可以2次表決通過相關法案。呢個政治優勢大大降低修憲阻力。高市計劃提前重新修訂安全保障3文件，即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同防衛力整備計劃，重點加速提升反擊能力，提高軍費執行速度，加強同美國及印太夥伴嘅聯合作戰能力。外交層面，高市強調穩定政治基礎將成為強有力外交嘅支撐。佢計劃喺下個月訪問美國，同美國總統川普深入討論全球議題，以日美同盟為軸心，擴大同日美韓、日美菲、日美澳以及意大利、英國同全球南方國家嘅合作。為咗強化情報同經濟安全，
高市宣布設立國家情報局，並擴大對日外國投資委員會嘅權限，加強對關鍵產業外資嘅審查。相關法案將盡快提交國會。談及對華關係，高市表示會從國家利益出發，冷靜處理對華關係，強調唔會讓情緒化外交影響整體戰略。日本基本對華政策冇改變，但同時重申唔會撤回此前涉台言論，顯示佢喺對華立場上保持堅定。綜合各方背景資料，日本今次選舉勝利背後有多重因素推動。首先，近年高通脹令民生困苦，國民對減稅紓困有強烈需求。其次，地緣局勢緊張，特別係台海同東海局勢，令日本民眾對安保強化產生共鳴。再者，高市早苗個人形象強硬務實，喺保守派選民中擁有高支持度。根據過往民調同選舉分析，自民黨喺城市同鄉郊地區都取得優勢。日本維新會喺大阪等關西地區表現突出，兩黨聯盟形成互補。呢次大勝被部分學者形容為大和魂被喚醒嘅象子，反映國民對長期執政黨嘅信任回升。當然，勝利之後嘅挑戰同樣嚴峻，減稅5萬億日元規模，勢必影響政府財政空間。市場已經開始關注日元匯率同債券收益率嘅波動，安保強化同修憲議題，國內左翼勢力同和平主義團體可能發起反對聲浪，國際上亦可能引發鄰國關注。對華關係嘅冷靜處理，喺實際操作中如何平衡經濟依存同安全考量，亦係高市政府未來最大考驗之一。高市早苗作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佢嘅執政風格備受矚目。呢次選舉授權俾佢更大空間去實現長期目標，但同時亦意味住佢要承擔更大責任。喺全球脈絡下，日本今次政治轉向對印太地區平衡有深遠影響。日美同盟強化將進一步鞏固美方喺亞太嘅戰略佈局，同時間強化對關鍵產業外資審查，亦反映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下各國對經濟安全嘅重視。未來幾個月，高市訪美同相關法案推進將成為觀察日本新方向嘅關鍵窗口。FM 新聞網今晚嘅報道到此為止，感謝各位聽眾一直支持，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國際大事，保持理性分析視野。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歡迎即刻訂閱主頻道焦點 FM TV， 同時分享影片俾朋友，一齊讚好支持。我哋繼續為大家帶嚟專業深入嘅新聞分析。多謝收聽，晚安。FM 新聞網，各位聽眾大家好，呢度係 FM 新聞網，為大家帶嚟最新社會新聞報導。香港警方近日公布一宗典型網上情緣騙案，一名39歲男子喺舊年11月透過 Telegram 交友群組結識一名自稱來自台灣嘅女網友，對方以身世淒涼為由，聲稱自己被逼良為娼，需要資金還債以及處理親人身後事等。短短2個月內，多次向事主借錢，事主因陷入感情，俗稱戀愛腦發作，誤信對方講法。前後分15次將超過300萬港元轉賬俾對方，其後對方突然失聯，事主先至驚覺受騙，向警方報案求助。根據香港警方守望者平台嘅最新數據，過去1週內至少錄得15宗類似網上情緣騙案，總涉款金額超過1100萬港元。呢宗個案只係冰山一角，反映出情人節臨近之際，市民喺網上尋找伴侶時，容易因一時衝動而落入陷阱。警方特別提醒，網上交友雖然已成為現代人常見方式，但一旦對方提及金錢、投資或以各種借口要求轉賬，便應立即提高警覺。事主喺未曾見過對方面、未有核實身份情況下，便多次大額轉賬，正係呢類騙案嘅常見特質。回顧事件經過，呢名39歲男子最初喺 Telegram 群組中同自稱台灣女子嘅網友傾偈，對方主動分享個人遭遇，描述自己被逼從事不道德行業，欠下巨債。
又有親人離世，需要處理後事等，情節聽嚟相當悲慘，成功博取事主同情。事主出於救美心態，先後以還債、醫療費、生活費等多個理由，分15次透過銀行轉賬方式，將超過300萬港元匯出，直至對方突然斷絕聯繫。事主追查無果，先至意識到可能中伏，立即報警。警方接報後，發現呢類以台灣女網友為幌子嘅騙局並非孤例，近期多宗個案均涉及類似劇本，利用感情弱點榨取錢財。呢類網戀騙案喺全球範圍內屢見不鮮，尤其喺亞洲地區，詐騙集團常利用跨境身份模糊性，假冒不同國籍人士行騙。香港警方指出，騙徒多透過 Telegram、WhatsApp 或其他社交平台群組散播假身份，快速建立感情連結，然後以急需資金為由下手。類似被逼良為娼呢種戲碼已成為近年常見套路，因為佢結合咗同情、英雄救美以及道德壓力等多重心理元素，讓受害者難以拒絕。事主損失嘅金額高達300幾萬，相當於好多人多年積蓄，一旦落入圈套，往往難以追返。警方強調，情人節前夕係高危期，唔少單身人士希望透過網上平台結識新朋友，共度佳節。但呢個正宗騙徒下懷，過去1週15宗案件中，受害者多為中年男性，損失由數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總額超過1100萬，顯示騙局規模龐大。香港警方守望者平台已多次發出警示，呼籲市民使用防騙視伏器或防騙視伏 App， 只需輸入對方電話號碼、銀行賬戶等資料，便可即時查證係咪涉及可疑記錄。呢類工具由警方開發，旨在幫助公眾提前識別風險，避免盲目轉賬。從更廣泛背景睇，網上詐騙近年喺香港呈上升趨勢。根據警方統計，2025年全年網上騙案已佔整體詐騙案好大比例，其中情緣騙局佔比不低。騙徒手法不斷翻新，從最初嘅簡單假投資，到而家嘅感情操控，甚至結合 AI 生成假照片、假語音等高科技手段，俾受害者防不勝防。呢宗300萬騙案中，騙徒僅靠文字聊天同埋悲情故事，便成功榨取巨款，顯示心理操控威力驚人。事主事後悔恨交加，但金錢難以追回，只能作為警世故事。警方建議市民喺網上交友時，應遵守幾大原則：首先，切勿輕易相信未見過面嘅人；其次，對方一提及錢財，便要扯紅旗拒絕；第三，轉賬前務必三思，多方求證；第四，利用官方防騙工具查核；第五，若果懷疑受騙，立即停止匯款並報警。呢啲簡單步驟便可大幅降低風險。同時，警方亦都呼籲公眾提高警惕，特別係中年人士，感情空虛時更容易成為目標。呢類案件唔單止造成經濟損失，更帶嚟巨大心理創傷。受害者往往因羞愧而遲遲唔報案，讓騙徒繼續逍遙法外。香港警方近年加強跨境合作，同內地、台灣等地執法部門聯手打擊，但由於騙徒多、隱藏海外、使用虛擬身份，偵破難度極高。希望透過呢類新聞曝光，能夠喚醒更多市民，勿讓戀愛腦蒙蔽理智。FM 新聞網繼續為大家追蹤相關社會新聞發展。若有最新進展，將第一時間報導。最後 ，FM 新聞網喺度提醒各位聽眾，網上交友需謹慎，保護好自己錢包同埋心靈，先至係真正安全過節之道。感謝收聽 FM 新聞網，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平安順利。各位聽眾，如果你對呢類防騙議題感興趣，歡迎訂閱主頻道焦點 FM TV， 我哋會持續帶嚟更多深度社會新聞分析及實時防騙資訊，同時請大家分享呢段影片俾身邊朋友，一齊提高警覺，並記得讚好影片，支持我哋繼續報導真相。多謝大家。FM 新聞網各位聽眾晚上好，歡迎收聽今晚嘅
太空探索專題報導。近日，全球矚目嘅太空企業 SpaceX 傳出重大戰略調整，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馬斯克喺社交平台 X 上公開表示，公司已經將發展重心由長期以嚟嘅火星殖民計劃轉向月球，目標係喺未來10年內建立一座可自我生長嘅城市。呢個消息一出，即時引起全球媒體同太空界嘅熱烈討論，標誌住 SpaceX 嘅太空藍圖出現明顯轉變。根據馬斯克喺 X 平台嘅最新貼文，佢明確指出 SpaceX 已經將重點轉移到月球上建造一座自我生長城市，因為呢個目標有可能喺10年內實現，而火星城市則需要20年以上時間。佢強調，確保人類文明嘅未來係壓倒一切嘅優先事項，而月球項目推進速度更快，能夠更快建立人類喺地球以外嘅永久存在。馬斯克同時補充，火星計劃並冇完全放棄 ，SpaceX 仍計劃喺5至7年內開始火星城市嘅相關工作，但月球將成為當前主要方向。呢個轉變嘅背景可以追溯到最近幾日嘅多個權威媒體報導。華爾街日報率先披露 SpaceX 已經向投資者簡報，將月球列為首要目標，火星計劃則推遲到較後階段。公司目標喺2027年3月進行一次無人月球着陸測試，作為通往載人登月嘅關鍵一步。路透社同 CNN 等國際媒體亦都跟進確認，馬斯克嘅最新表態正係回應呢啲報導，證實咗戰略調整嘅事實。點解 SpaceX 會作出呢個重大轉向？馬斯克喺貼文中解釋得非常清楚，主要原因在於發射窗口同旅行時間嘅現實差異。前往火星嘅最佳發射機會每26個月先出現一次，航程需要6個月；而月球則每10日就可以發射一次，航程只需2日。呢種更高頻率嘅發射窗口，令到月球基地嘅建設能夠快速迭代、頻繁補給同縮短建立永久定居嘅時間。相比之下，火星計劃受制於行星對齊嘅限制，進度難以加速。馬斯克形容月球城市實現自我生長所需時間可能只有火星嘅一半以下。回顧 SpaceX 成立以嚟嘅發展軌跡，火星一直係馬斯克最核心嘅願景。自2002年公司成立，馬斯克多次公開表示，火星殖民係人類成為多行星物種嘅必要步驟，係確保文明長遠生存嘅終極備份。舊年佢仲表示，計劃喺2026年底前發射無人火星任務。但隨住星艦 Starship 嘅多次測試飛行，雖然取得重大進展，包括成功實現軌道加油技術嘅初步驗證，但面對實際火星任務嘅技術挑戰同時間壓力，月球作為更近距離、更可行嘅目標，逐漸成為務實選擇。呢個調整亦同 NASA 嘅 Artemis 計劃緊密相關。Artemis 係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嘅旗艦項目。目標係重返月球並建立可持續存在。SpaceX 嘅 Starship 已被選為 Artemis 3任務嘅人類登陸系統，負責將宇航員送上月球南極地區。雖然 Artemis 2載人繞月測試飛行最近因氫氣洩漏等技術問題延遲至最早3月，但整體進度顯示月球任務係當前最迫切嘅合作方向。SpaceX 透過參與 Artemis，唔單止獲得 NASA 資金支持，更能夠加速 Starship 嘅實戰驗證，為未來火星任務積累經驗。除咗戰略層面， SpaceX 近期嘅商業動作亦為呢個轉向提供強大後盾。馬斯克上週宣布 ，SpaceX 完成對人工智能初創公司 xAI 嘅收購，合併後估值達到1.25萬億美元。呢個合併被視為整合太空探索同人工智能技術嘅關鍵一步，未來可能應用於月球基地嘅自動化建設同數據處理。另外，有消息指 SpaceX 計劃喺今年稍後時間啟動首次公開募股 IPO， 集資規模可能高達500億美元，成為史上最大規模 IPO 之一。呢筆資金將直接用於加速 Starship 生產同月球項目推進。從更廣闊嘅太空競爭格局睇，呢個轉變亦反映出全球太空賽局嘅新動態。中國嘅嫦娥計劃已經成功實現月球樣本返回，並計劃喺2030年前後建立國際月球科研站。美國 Artemis 計劃雖然進度有波折，
但透過同 SpaceX 等私營企業合作，正努力維持領先地位。馬斯克將月球定位為更快實現人類多行星未來嘅踏腳石，某程度上係回應咗呢場競爭嘅現實壓力。當然，呢個消息一出，亦有唔少質疑聲音。部分長期追蹤 SpaceX 嘅觀察者認為，馬斯克過去多次調整時間表，例如原本預計2024年實現火星無人登陸，但如今推遲到更遠期。有人擔心月球轉向係對火星計劃嘅變相延遲，甚至有諷刺聲音質疑係唔切實際嘅承諾。但馬斯克多次強調，月球同火星係並行推進。月球成功將為火星提供寶貴技術同經驗基礎，包括大規模軌道加油、長期生命維持系統同資源就地利用等關鍵技術。展望未來，SpaceX 嘅月球城市構想極具野心。所謂自我生長城市，意味住基地能夠透過機器人先行建設、資源開採同 3D 打印等技術逐步擴張，實現自給自足。馬斯克形容呢個城市將成為人類文明嘅備份，喺地球面臨潛在災難時提供生存保障。結合 Starship 嘅超大載荷能力，一次發射可運送超過100噸物資到月球，遠超以往任何登月任務，為大規模建設提供可能。總括而言， SpaceX 今次由火星轉向月球，唔係放棄夢想，而係更務實嘅階段性調整。喺技術、資金同國際合作嘅多重推動下，月球基地有望喺10年內初具規模，為人類真正邁向星際時代鋪路。呢個變化亦提醒大家，太空探索從來唔係直線前進，而係不斷適應現實、迭代優化嘅過程。FM 新聞網今晚嘅太空專題報道到此結束，希望各位聽眾對人類太空未來保持關注同期待。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歡迎繼續追蹤我哋後續更新。最後，呼籲大家訂閱主頻道焦點 FM TV， 同時分享同讚好呢條影片，支持我哋繼續帶來最新最深入嘅新聞分析。感謝收聽，晚安。FM 新聞網報導，香港過海交通長期面對嚴峻壓力，3條現有過海隧道，包括紅磡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同西區海底隧道，已經出現飽和情況。根據運輸署最新表態，雖然實施3隧分流措施之後，車流量分佈有所改善，但整體需求仍然超出容量，繁忙時段塞車問題持續存在。當局政策目標係控制隧道繁忙程度，避免影響非過海道路交通。近日，政府公布運輸策略藍圖，明確提出研究擴大過海交通容量，當中包括探討第4條過海隧道嘅可行性。運輸署助理署長梁世豪喺電台節目中表示，對第4條過海隧道路線持開放態度，希望盡早構思可行走線同整體計劃。背景資料顯示，香港自1972年紅磡海底隧道通車以嚟，過海交通依賴3條隧道，紅隧、東隧同西隧，分別連接不同區域。隨住人口增長、經濟活動增加同北部都會區發展，過海車流量持續上升。早年政府曾經計劃喺交椅洲人工島興建第4條過海隧道，連接新界西同港島西，預計2033年完成。但交椅洲填海項目去年起時間表未明確，工程暫緩，導致第4條隧道方案一度擱置。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喺公布藍圖時強調，今年內會開展研究，考慮未來居住人口、物流需求同經濟發展趨勢，對不同方案持開放態度，包括以往倡議走線、現有隧道擴建，甚至全新選項。梁世豪進一步解釋，如果第4條隧道經交椅洲人工島喺港島西邊上岸，工程空間剛好足夠，技術上可行性較高，但由於人工島時間表未定，現階段當局檢視所有連接港島方案，研究其他可能性。佢強調，除咗技術可行性之外，更要評估交通需求。如果選址後市民使用意欲不高，就會造成資源浪費。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喺同一節目指出，第4條跨海隧道係必須，
即使冇人工島，都可以採用相關走線經港島西上岸。佢引用杭州至上海跨海灣道路為例，證明冇人工島技術上都可行，呼籲政府加快落實，避免北部都會區發展加劇塞車問題。另一位議員陳紹雄建議，政府首要重新評估未來運輸需求同技術可行性，包括不同工程方案難度、運輸效益同成本效益。喺籌劃期間，可以考慮隧道出入口連接路擴容，增加泊車轉乘設施，甚至進一步提高繁忙時段收費，引導車輛轉用非繁忙時段，減輕高峰壓力。運輸署承認三隧現時繁忙時段車流量已超容量，不否認塞車情況，但透過分流同局部改善，如西隧港島出口增建行車線，每小時容量由約4000架次提升至4300架次，塞車情況有所舒緩。相關工程爭取2025年展開，2026年完成。從歷史脈絡睇，過海隧道塞車問題由來已久。三隧分流喺2023年12月實施，私家車繁忙時段收費調整，西隧維持較高收費，但整體分佈更平均。最新數據顯示，西隧車流量上升，但紅隧同東隧下降，總體過海車流更均衡。不過，隨住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加速，粵車南下擴展至廣東其他城市，跨境車流預計增加，過海壓力進一步上升。運輸策略藍圖提出6大策略，共25項建議，其中10項今年內推展，包括強化8縱8環運輸基建佈局，全線開通6號幹線，開展港深西部鐵路南向延伸研究，推動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喺啟德、東九龍、洪水橋等區試行，擴大過海容量係藍圖重點之一。當局會仔細研究運輸需求、技術可行性、成本效益同財政狀況。陳美寶表示，要參考過去藍圖倡議，考慮地理環境同道路配套。運輸署發言人重申，第4條隧道未有具體方案同時間表，除咗走線，仲需思考接駁位置、工程可行性等，需審慎評估。議員田北辰等認為，即使冇人工島，都可以建橋墩解決，促請公私營合作融資興建，維持香港交通便捷競爭優勢。整體而言，香港過海交通瓶頸已成為城市發展隱憂。三隧飽和不僅影響每日通勤，更阻礙經濟物流效率。政府現階段持開放態度，研究第4條路線係回應長期需求嘅積極一步，但研究過程需平衡技術、財政同實際使用，避免重蹈過去項目延誤覆轍。同時，短期措施如收費調整、局部擴容、智慧交通系統應用都係必要補充。長遠嚟講，第4條隧道若能落實，將大大提升港島同新界西連接，配合北部都會區同大灣區融合，帶來更廣闊發展空間。FM 新聞網分析認為，過海隧道問題唔單止係基建挑戰，更反映香港土地資源有限下嘅交通規劃難題。過去數十年，3條隧道勉強應付，但隨住人口結構變化同跨境活動增加，單靠分流已不足夠。運輸署開放態度研究顯示，政府開始正視長遠容量不足。議員同業界呼聲一致，認為必須盡快訂立時間表，避免塞車惡化，影響民生同經濟。未來研究將涉及多方評估，包括環境影響、成本控制同公眾諮詢，過程或需數年，但及早啟動係關鍵。另外，藍圖中其他措施如自動駕駛測試、智慧公交模式，都係輔助解決塞車嘅創新方向。今年內多項工程推展，包括6號幹線全線開通，將間接舒緩部分過海壓力。總體睇，香港運輸發展進入關鍵轉型期，政府需平衡短期緩解同長遠基建，確保交通系統跟上城市步伐。各位聽眾，香港過海交通未來走向值得持續關注。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相關進展，為大家帶嚟第一手分析同報導。如果你對呢段新聞有興趣，歡迎訂閱主頻道焦點 FM TV， 同時分享影片俾朋友，並讚好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專業內容，一齊見證香港交通改善嘅每一步。
FM 新聞網報導，本港近日食物中毒個案持續上升，其中一宗最新事件涉及中環文華東方酒店嘅快船郎餐廳。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於2026年2月9日公佈嘅資料，中心正調查2宗有流行病學關聯嘅食物中毒個案群組，共影響8人，包括5名男子及3名女子，年齡介乎28歲至29歲。佢哋分別於1月31日及2月2日喺中環干諾道中5號文華東方酒店嘅快船郎晚膳，用膳後約25至75小時，先後出現腹瀉、腹痛、嘔吐以及發燒等病史。其中4名受影響人士已求醫，無需入院治理，全部人士現時情況穩定。初步調查顯示，受影響人士喺該餐廳進食嘅共同食物包括生蠔、三文魚刺身、蟹腳以及麵包蟹。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包括食物安全中心及環境衛生部，已於2月6日到涉事餐廳進行調查，檢視食物處理流程及衛生情況，並抽取食物及環境樣本作化驗。食物安全中心現場調查發現，受影響人士可能進食咗生嘅食物，而引致食物中毒。中心已即時指示有關餐廳暫停供應涉事食物，清潔消毒處所，並向餐廳員工提供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教育。所有新呈報嘅個案均喺食物安全中心採取防控措施前進食有關生嘅食物。衛生防護中心及食物安全中心嘅調查仍然繼續中。呢一宗事件並非孤立現象。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醫生指出，過去數週本港食物中毒個案持續增加，由舊年12月底每週平均錄得1宗個案，上升至上月每週平均4宗，2月開始更急增至30宗個案。1月18號至2月9日期間，已錄得37宗食物中毒個案，共影響115人，當中33宗即89%同諾如病毒相關，共影響101人。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呢啲同諾如病毒相關嘅食物中毒個案，受影響人士全部喺潛伏期內曾經食用生蠔，其中5人需留院治理，全部情況穩定。中心已將全部食物中毒個案通知食物安全中心跟進。徐樂堅醫生進一步解釋，生蠔屬高風險食物，蠔子以過濾大量海水嘅方式進食。如果養蠔或採蠔嘅水域水質帶有病原體，呢啲物質便會喺蠔體內積聚。生或未徹底煮熟嘅蠔容易導致感染，經由食物傳染嘅疾病，例如諾如病毒、甲型肝炎病毒或其他細菌。諾如病毒喺冬季特別活躍，傳染性極高，可透過污染嘅海水、食物處理過程中嘅交叉污染或患者嘔吐物接觸傳播。近期多宗個案均指向生蠔為主要傳播媒介，包括來自韓國、法國、愛爾蘭、西班牙等產地嘅生蠔。鑑於同進食生蠔相關嘅食物中毒個案大幅上升，中心呼籲市民提高警覺，盡量避免進食生蠔或未徹底煮熟嘅雙殼類海產，尤其係孕婦、幼童、長者、免疫力弱人士同埋肝病患者，以預防受到感染。回顧近期類似事件，本港自1月下旬起已有多宗涉及生蠔嘅食物中毒群組，例如黃竹坑 T Southside 商場 Chef's Cut 餐廳錄得多宗個案，患者進食生蠔後出現腹瀉、嘔吐等症狀，食安中心已指示相關供應商暫停出售及供應生蠔。另一宗喺沙田新城市廣場 Odalis 餐廳嘅個案，亦都有4人進食生蠔後不適。呢啲事件顯示，生蠔喺冬季成為食物中毒嘅主要風險來源。部分個案涉及韓國供應嘅生蠔，可能喺養殖或運輸過程中受污染。食物安全中心已加強巡查，並對涉事供應商採取停售措施。文華東方酒店作為中環著名5星級酒店，其快船郎以豪華自助餐聞名，提供新鮮海鮮，包括生蠔同刺身，吸引唔少本地同海外顧客。酒店集團歷史悠久，位於中環核心地帶，俯瞰維多利亞港景觀，向來以高檔服務及優質食材著稱。
然而，今次事件暴露咗即使高端餐廳喺處理生食海鮮時，亦存在潛在風險。生食海鮮需嚴格控制來源、儲存溫度同埋處理衛生，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導致病原體傳播。專家提醒，諾如病毒耐熱、耐酸、煮沸先至能夠有效殺滅，簡單雪藏或檸檬汁處理唔足以消除風險。從公共衛生角度睇，呢波食物中毒潮反映冬季腸道病毒活躍，加上市民喜愛生食海鮮文化，增加咗感染機會。過去3週已有逾100人受諾如病毒影響，顯示問題嚴重性。衛生防護中心強調，預防關鍵在於個人同埋食物衛生，在外進食時避免生海產，小心選擇冷盤如刺身同埋生蠔，徹底煮熟海鮮，保持手部清潔。如出現症狀，及時求醫並避免交叉感染他人。餐廳方面，應該加強員工培訓，定期消毒及監測食材來源。整體而言，本港食物中毒個案上升趨勢值得關注，特別係同生蠔相關嘅諾如病毒爆發。當局已經採取積極措施，包括調查、抽樣及防控，但最終預防仍需市民配合，避免高風險食物。文華東方酒店事件提醒大家，即使喺豪華場所用膳，亦需留意食物安全。希望相關調查盡快完成，揾出確實成因，並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各位聽眾， 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本港食物安全最新動態。如果你有任何相關經歷或意見，歡迎留言分享。最後，感謝大家收聽 FM 新聞網嘅報導，請記得訂閱主頻道焦點 FM TV， 同時分享及讚好影片，支持我哋繼續為大家帶嚟專業、客觀嘅新聞分析。多謝收聽。